什么时候开始养鸡了？不对，魔域没有鸡，魔域只有魔兽、妖兽，还有一群整天喊我尊上的属下。空的，还是空的。我堂堂魔族女尊，纵横3界1000年的四凡音，重生成了废柴。在这个人人都修仙的时代，普通人的修为大多都在巨灵境，天赋好一些的会达到灵境，而我堂堂魔界女尊重生之后，居然成了修为最底层的沉境。什么概念呢？天崩开局和天胡开局的概率是一样的。这样的天赋想要修仙，堪比母猪上树。300年前，我一掌能拍碎一座山。300年后，我现在连面前这张桌子拍不拍得乱都不太确定。我记得我不是被那个穿着白衣服的人一剑捅死了吗？怎么又重生了？你醒了，我在河边捡到了你，你身上也没有伤口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多谢，我有点记不清了。饿了吗？吃了饭再走吧。不了不了，这里是哪里啊？陈家村。我是说，这里是什么州？青州清河郡。姑娘莫不是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？多谢，走了。我要一路向北前往魔域，希望费琉璃还活着。那丫头性子疯得很，但忠心也是真的。若是有人还能认出我，大概也就只剩费琉璃了。不过这些都可以慢慢来。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自己的3个龙崽子。死之前，我是托付给了费琉璃的。陈静，神识连2丈都探不出去，别说找人了，连找只鸡都费劲。好不容易到了街市，衣服倒是弄得一身脏。成魔太久了，我都忘了普通人是要吃饭的。早知道就在富人家里吃一碗饭再走了。抓住他！站住！偷东西还敢跑！你好啊！谁让你吃的？滚到我脚边我就吃了，这不是地上的果子吗？那是他偷的。你吃了果子，赔我10两银子，这事儿就算了。10两？几颗赤灵果哪值这个价？你们这果子挺金贵啊。小姑娘，少管闲事儿，吃了就赔钱，不赔钱就跟我们走一趟。钱我没有，人我也不打算跟你们走。10两银子，你们也配？我堂堂魔界女尊，300年前打的是天眼宗的清霄仙尊，现在被几个凡人一讹钱，传出去我都嫌丢人。等等，你别走，那个，多谢出手相助，人情我以后会还你的。谁说我要你还了？再给我2个，我还没吃饱。区区几个赤灵果，怎么还要去偷？我也不想偷啊，马上就到仙门考核了，我们这种外门弟子每个月发的零食都不够吃饭。天眼宗？对啊，就在清河郡往北300里的云岚山，你不会连天眼宗都不知道吧？听说过。对了，你刚才那一脚挺厉害的，你是不是修士？哪能啊，我修为沉静，比普通人还普通。那不如来我们天眼宗吧。不要，你们天眼宗太抠门了，穷的弟子要去偷果子。别小看我们天眼宗，在修仙界可是响当当的。对了，我叫陆兆，你叫什么？四凡音。四凡音？你说你跟300年前那个女魔头同名？什么叫女魔头？天下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巧。要知道，诛杀那位女魔头的正是我们天眼宗的师尊。来天眼宗吧。招我入宗门，你有回扣拿，这么积极。你怎么知道？还真有。有啊，只要拉1人报名，就能领2块下品零食。要是对方通过考核，还能再加1块，这可是3块零食呢。3块零食，堂堂修真宗门招弟子，奖居然这么抠，我忽然有点理解他为什么饿到偷果子了。你们宗门确实挺穷的。哪儿穷了？请我喝茶，我给你好好讲讲。你请我喝茶，你要是说动我了，我就跟你回去。我们天眼宗3000多年历史，那可是大宗门，
虽然300年前仙魔大战元气大伤，但我们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因为我们出了个绝世天才青霄仙尊君灵，他乃龙族后人，天生神境。当年仙魔大战就是他一剑斩了魔眷女尊，那一战天崩地裂。是吗？那你们宗门有没有说青霄仙尊和魔尊的风流往事？那都是魔头泼的脏水，我们仙尊清心寡欲，宗门长老都说了，那是魔修故意抹黑。那魔尊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我们仙尊怎么看得上她？你们宗门的人挺会讲故事。那你有没有听说青霄仙尊有3个孩子？你听的哪个魔修编的版本？龙族每一代都是单传，怎么可能有3个孩子？你知道为什么龙族每代都单传吗？龙族生来就是强者，要是跟兔子一样生的到处都是，普通人怎么活？说的也有点道理。不过龙族单传可不是因为生不出来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龙族母亲生龙蛋要耗费大量捐气，每颗龙蛋又需要海量灵力去孵化，所以每次生蛋，母龙都会挑一颗天赋最好的留下，剩下的吃掉。吃掉？用来恢复元气，在龙族看来很正常，不这么做一颗都孵化不出来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异族路上看的。哦，那倒是有可能。如果按龙族的规矩，当年那3颗蛋只该留1个，但我做不到，强行同时孵化3个，才落得个油尽灯枯的下场。四姑娘，你准备去哪儿啊？魔域。魔域？你去那儿干嘛？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去了只会被魔修当点心。找人。谁会在魔域啊？现在那里可乱了。怎么个乱法？300年前魔尊死后，魔域就群龙无首。听说前魔尊心腹飞流灵带了个奶娃娃，硬推举他当了新的魔族少君。底下的魔修并不认他，经常战乱。大家都说那孩子就是飞流灵拿来当傀儡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。那位少君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四玄耀。你要真去魔域，不如先来我们天眼宗，哪怕是外门弟子也有个靠山。做任务攒点零食买符箓，等修为高了，你直接御剑飞过去。这里离魔域好几百里，等你走过去，你要找的人早跑了。茶喝了，故事也听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不是说带我去天眼宗吗？真的？你想通了？再不走天都黑了。快点快点！你们师尊如今对那位魔族少君是什么态度？师尊从上次大战后就一直在闭关，他未必知道魔族的事。他们这种大人物动不动闭关，出来就修为大升。那你们天眼宗还有别的龙族吗？没了，就师尊一个。龙族可遇不可求。那魔族300年来就诞生了1位少君吗？那不然呢？女魔头多生几个，岂不是天下大乱？费琉璃不可能只带走1个，以他的性子，宁可拼命也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孩子。剩下2个龙崽子去哪儿了？前面就是云岚山了。新进的都是外门弟子，文人贺长老负责。半年1小笔，1年1大笔，年末拔得头筹的能进内门拜师。要是被真尊看中收为亲传，那可就一步登天了。那你呢？我去年大比勉强前50，连内门门槛都没摸到。不过今年我肯定能进前10。挺有志气。师尊住在后山最高的玄霄峰，不过你别想了，我们外门弟子修个几百年都见不到他。陆兆，带新人来了。是啊，四姑娘，这是我们师兄蔡九斗，新弟子都找他登记。为什么叫九斗？比才高8斗多1斗，不过他每次大比排名一直是第9，像中了魔咒似的。蔡师兄最讨厌女魔头，我建议你等会儿换个名字。行吧，跟我来做个测试。进宗门都要测修为灵根和骨灵，天眼宗也不是什么人都要的，测完再决定你能不能留下。快去快去，这个很重要。手放上去，沉静。灵根，骨灵，20，这也能来修仙？估计连外门都进不了吧。完了，我的3块灵石飞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从没见过像我这么废的人？废柴和天才一样难得。天眼宗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赶紧下山。那我走了。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
蔡师兄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他当个杂役也行啊？带回去种田都嫌浪费灵气。这样吧，你们天眼宗最擅长推演天机，我给你算一卦，证明我还是有点用的，怎么样？哼，你还会算卦？有钱吗？你们天眼宗弟子混得都这么统一吗？我刚刚都说了外门穷嘛。蔡师兄，你最近是不是卡在瓶颈很久了？修为停滞，灵气运转不畅，每到子时心口眼痛，而且已经3个月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是说了吗？算的。那又如何？你这本事当算命先生够用，想入我宗门，下辈子吧。蔡师兄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只能算这些皮毛？你3日前去过藏经阁，在那里你不是自己挑的功法，是有人好心给你推荐的。那人告诉你这位能助你突破，对吗？可惜啊，他没告诉你这功法火性太烈，你的经脉承受不了，或者说他就是知道才让你练的。这不是害人吗？够了，你以为编几句故事就能唬住我？是不是编的你自己最清楚。好心提醒你，子时心痛的时候记得停下运功，否则你连下辈子都未必有。哎，你真要走啊？你们天眼宗门槛太高，我这种废物配不上。蔡师兄，站住！你留下。我就说吧，蔡师兄你闭嘴！你可以留下，然若你说的有半句是假，我亲自把你扔下山。成交。拿着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天眼宗外门弟子。每宴卯时起身，辰时集合，午时修炼，申时劳作，迟到1次扣月历，3次逐出宗门。月历是3块下品灵石，够了。另外，未经传召，不得靠近主峰藏经阁、丹堂与演武场。见到内门弟子，需主动行礼；若有差遣，必须尽力完成，不得推诿。还有，劳作是种灵田、清理寿莲，偷懒1次扣月历，2次杖责，3次逐出宗门。最后，后山禁地绝不可靠近，尤其是玄霄峰。玄霄峰，君临住的地方。师尊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？行吧，还有什么我要做的？把你名字刻在木牌上。来人，带他去西侧乙字3号院，领2套衣服。外门统一样式，损坏自补。我是东院的，穿灰色；你分在西院，穿青色。那是内门弟子，看到没？那是亲传弟子。外门、内门、亲传3等一制，颜色纹样各不相同。记住了，看等级得看他们腰间的腰牌。走吧。你就睡这里。这么多人睡一个房间，想人少，得努力进内门才行。单间那是亲传弟子才有的待位。外门弟子都是这样，习惯就好。刚来的都这样，等你被安排去守夜巡山，3天没合眼，给你块石头你都能睡着。整整17个人，我对什么都可以随便，唯独睡眠环境要求极高。原本还想摆烂，现在不努力进内门都不行了。忘了我现在只是个陈境废柴，连灵力都没有，画什么阵法？等我熬到能御剑飞行，就立刻离开这里去找人。这破地方，我绝不多住1天。修行一途，首重心性，其次资质。心不静则气不宁，气不宁则灵不聚。讲到哪儿了？那你来说说何为引气入体？引气入体就是把天地灵气吸进身体里，然后呢？让它听话。何谓听话？就是他本来想乱跑，你让他别乱跑；他本来不想进来，你把他拽进来。话糙理不糙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不行啊，修为太低了，做不来。方才说的头头是道，现在却做不来。是啊，谁让我是陈静呢？
既然如此，课后加练，直到你会为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何处人士？樊乐，无门无派，散修出身。修行多久了2天，刚入门。？2天。去院中打坐，用气挪动他们，今天就可以回去了。灵脉细窄，气息至泽，重新开始果然没那么简单。耗了不少气力，丹田发空，这种虚弱感，真像我刚生下那3个龙崽子的时候。可以了。你来晚了，都分完了。你当然没得吃。下午我们去打扫灵兽的圈地了，不像你，在院子里舒舒服服坐了一下午。是啊，我们兄弟几个都快累死了，多吃点怎么了？你没出力，当然也不饿。我什么也没说，你怎么全招了？沉静就该有沉静的觉悟，趁早下山去吧，否则你每天都吃不上饭。还没有人比我这个魔尊更懂什么叫弱肉强食。玉髓果，清气养灵的好东西，君临曾拿给我吃过，说是药风长老莫苍种的。当时君临还笑说莫苍小气，这几个果子是他强要来的。果肉清甜，灵水温和，怎么比记忆里的更好吃？莫苍的种植技术提高了啊！这果子能滋补灵脉。终于摆脱沉静，到了聚灵境下阶，虽然还很烂，但好歹能聚气了。咦，臭死了！现在舒服了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陈总点名没叫到你。躲外面睡觉。总感觉你有些变化，更好看了。别自恋了，又想偷懒。今天给灵兽喂食，东边4排都归你。你是谁？我干嘛听你的？程师姐修为可是灵境上阶，是最有望进内门的人。你一个陈静，凭什么顶撞她？她也还是外门弟子，上一样的课，做一样的事，我为什么要听她的？你等我拜了师，定要你下跪。那等你拜了师再说，没发生的事不要拿来预知。师姐别理他，这种人只配一辈子做杂役。趾高气扬的把活丢给我干，自己跑去躲懒。这幼兽看着倒像魔域的生物，小心点儿，那是刚抓回来的，凶得很，已经咬伤2个人了。知道了。怎么，认得我？范月，你干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干。怎么回事？我刚走到这里，他就这样了。这兽是哪儿捉的？这灵犬看着这么凶，只能是内门弟子捉的。这种灵犬不是寻常山林里的，那是从哪儿来的？魔域。魔域？别胡说！内门弟子怎么会捉魔兽回来？不是说你只修行了2天吗？这些东西你从哪儿学的？该不会你以前去过魔域吧？书上写的，不是说宗门藏书多吗？我随便翻了几本，你们都不看书的吗？学识倒是空薄。这怎么处理？等他长大，会把这里的灵兽全吃了。处死算了，留着迟早出事。赶紧放生扔回山里。不行，放出去害人怎么办？我以前养过几只当看门狗，还算忠心。这只见到我这么激动，大概是那几只的后代。养着看门啊。胡闹！天眼宗怎么能饲养魔术？伤人怎么办？是鹰犬认主，虽然凶狠，但最听话。这还是幼犬，可以调教。万一失控呢？外门弟子修为低，岂不是要出人命？那到时候再杀了呗。
天哪，他不要命了！这不是挺乖的吗？不如交给我来养，怎么样？天眼宗不杀生灵，这样也好。因为没人愿意跟适应犬接触，我反而分到了单间，总算不用听呼噜声了。认识我？可惜啊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跟着我怕是要饿肚子了。给你取个名字，叫什么好呢？那就叫阿飘吧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以后你负责开门，我负责吃饭。我记得这只适应犬好像是沈之行带回来的。别胡说，那是戒律堂沈长老的义子，亲传弟子，怎么会跟魔物沾边？就是，沈长老素以严厉著称，谁犯错沈师兄都不可能犯错。你方才说，适应犬是跟着我的捕兽队伍回来的。昨夜莫仓长老果园失窃，我奉命追查，谁有线索？回沈师兄，弟子昨夜值守药田，并未见人。昨夜子时至昼时之间，谁曾离开过住处？昨夜樊乐一晚上没回来，牵着适应犬往那边走了。这是玉髓果，以后看见了记得叼几个回来。偷偷玉髓果的正是你，证据在此，有什么要辩解的？你父亲是君临？你在转移什么话题？我无父无母，是沈长老收为义子。这果子是不是你偷的？不对，你身上怎么没有半点龙族气息？你没见过君临吗？师尊容貌岂是想见就见的？我在问你话，你一直扯无关的做什么？这张脸绝对是我的崽崽，可他身上没有龙族气息。那你可有别的兄弟姐妹？范乐，我以戒律堂大弟子身份命你速速跟我走一趟。不就几个果子，你算在君临头上不行吗？他又不是没摘过。你再说一遍。你怎么这么轴？跟你父亲一个脾气。你涉嫌盗窃，屡次言语不敬宗门长辈，现在跟我走。没人跟你说过身世吗？你说的沈长老是沈旭，他老针对我，嘴里的话未必可信。你问东问西的，这么想了解我做什么？关心你啊，想知道这300年你怎么过的。你自己都没活300岁，怎么知道我活了多久？我就是知道，我还抱过你的蛋呢。荒谬，我并非龙族。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君临什么时候出关？我得问问他。你3番2次直呼师尊名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找他算账有什么问题？你与师尊有何过节？过节不算，我就是想问问他，孩子是不是不想养了？不养了给我。胡言乱语，师尊从未亲近过女子，更别说子嗣。等他出关你自己问他，看他敢不敢承认。一会儿进了戒律堂，认错态度积极些。樊月，涉嫌盗取莫仓长老玉髓果，可有此事？是的。证物证人俱在，念你初犯，杖责30，以示惩戒。堂主，此案由弟子查办，理当由弟子执行。你要亲自行刑？是。咻咻咻！不是吧，沈之行，你还真下手打啊！痛死我了！救命啊！我娇贵的小屁股要被打开花了！所以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们师尊到底什么时候出关？不知。怎么可能不知？闭关总有个期限吧？师尊行事从不向弟子交代，更何况自那场大战结束后，师尊就一直在闭关休养，许多天眼宗的弟子都不曾见过。他怎么了？师尊为了维护修仙界的安定，元气大伤。我不想听这些修仙人编出来的官话。魔尊不是被你们师尊一剑捅死了吗？他还需要做什么？宗门内确有记载，当年大战，魔域大军压境，人族诸宗死伤惨重，师尊独自应战魔尊，2人于天渊之上缠斗7天7夜，最终师尊以一剑贯穿其心，将魔尊斩于剑下。战后天地灵气震荡，山河崩裂，师尊亦身受重创，自此闭关，再未现身。重到300年都没好。师尊境界高深，闭关时间长并不稀奇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还缠斗7天7夜，在榻上倒是有，不过君临闭关是不假，这其中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事。也是，要是他真的伤得很重，
那这笔账我就先记着。沈师兄，为何对这个女人网开一面？她虽然胡言乱语，但神智还算清醒，大约是失去孩子之后分不清现实和幻想吧，值得同情。不然为何总用一种母亲看孩子的眼神看我？进。这么晚了，有事？弟子有一事，想请教义父。说，今日弟子遇到一名外门女子，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，她神情恍惚，却带着一丝清明。义父曾言，在荒野中捡到了弟子，弟子想，自己的生母或许也是这般潦草度日。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这点我也同你说过。那父亲呢？行踪不明。义父既然说在荒野捡到我，又如何确定我亲生父母的去向？执行！你今日是怎么了？这是我记忆中义父极少的情绪外露。今日有人说弟子长得很像师尊，身形何止相似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知行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，人活着不是为了追究过去，而是放眼将来。无论是谁说的，在你亲眼见识过之前，都当作是过眼云烟，听过就忘了。弟子明白。小时候还能忽视，而如今长大了，眉眼、轮廓、身形越看越像，像得让人不安。尽管我提点过几位见过君灵的长老，让他们不要多说。今日那名外门女子，可有再说什么？她神智有些恍惚，自称曾抱过弟子的蛋。风言风语罢了。失去孩子之人多半执念深重，以后离他远一点。是。如果说四梵音的话不足以动摇我，那刚才义父的反应过激，太过出乎于我的意料。玄霄峰，天眼弟子的禁地，也是师尊君临闭关之处。我本该立刻离开，胸口隐约有种说不清的感觉，像是被什么牵引着。那是龙族特有的结界，未经结界主人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，轻则重伤，重则殒命。理智告诉我，不该再往前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确认自己是不是疯了。弟子无意闯入，打扰师尊清修，还请师尊责罚。你撞鬼了？玄霄峰的结界没有拦住我。然后呢？我不知道怎么的，就走了进去，见到了师尊。哦，他怎么说？师尊一直在沉睡，没有醒来。在沉睡，那还真是伤得不轻啊。然后呢？我见到了师尊的模样。你说的不错。那你现在信我说的了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我的父亲真是师尊，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君临那张脸，除了他的孩子，谁能长成那样？旁人能有3分像，已是绝色。至于其他的，我现在太困了，明天再说。明天再说。安啦安啦，他人就睡在那里，跑不掉的。晚安。这双手从小握剑，从记事起，我就知道自己是义父从荒野中捡回来的孩子。没有过去，只有来处。可那层结界为何不拦我？沈师兄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坐在这里？巡夜，当没看见我。
师兄可是查案遇错了。我问你们，如果我真的是君临的孩子，义父为什么要收养我？为什么要隐瞒？师兄，您在说什么胡话？您怎么可能是师尊的孩子？滚！今夜之事，谁也不许说出去。是。你化形呢？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这个嘛……可是我今天要去巡山，你知道的，外门弟子活多钱少，连睡觉都得抢时间，真没空陪你们聊身世。文长老那边我可以去通融，你今日的差事我替你解决，可以说了吗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你的父亲就是君临了吗？还有什么想问的？那我母亲呢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你看你问了又不信。可是你的骨龄才20，我活了快300年了。是啊，我也没说我只活了1世啊。那你的前世是？我叫四凡音。前世嘛，有点小成就，走到哪儿都有一大批人。四凡音，这个名字我不是第一次听见。哦，从入宗第1天开始，长老讲述宗门历史时就提过这个名字。外门试炼前，执事长老告诫弟子要谨防魔修时，也提过这个名字，甚至连典籍阁中记载大战的卷宗里，这个名字都被单独标出来，用最重的诛色，用最严厉的词语，魔道魁首，祸乱仙界之人罪无可赦。你是那个被师分斩杀的女魔头。从小，义父就教导我，魔修残忍嗜杀，心性扭曲，欲治当诛。他教我的第1式剑诀，就是心要正，道要直。君临、仙道、魁首，我仰望了那么多年的人，是我的师尊，是我的信念。可现在那个人是我的父亲，而这个我一生都被教导要诛杀的魔修之首，是我的母亲。那我这些年握的剑、学的道、守的规矩究竟算什么？怎么啦？见到阿娘太激动了？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？这个嘛，当时魔域不太安稳，我身边也没什么真正放心可用的人，与其费尽心思培养一个心腹，还得时不时怀疑他会不会背叛我，不如自己生一个继承人。所以，既然要生，我就要找这世间最美最俊俏的男子，实力也不能太差。刚好君临就符合我的要求，所以我就把他绑回来了。绑回来了？对啊，当时他刚闭关出来，我趁他还没完全恢复就动手了，打得挺凶的，不过最后还是我赢了。绑回去，用捆仙索把他困在我的床榻之上。那个我从小仰望、敬若神明的师尊，清灵克制，白衣如雪，仿佛世间万物都无法近身。那样的人被强迫，被侮辱。哎，你这什么怪异的眼神？好吧，一开始君临是宁死不屈，不过后来就顺从了。那捆仙索根本困不住他的，他想走随时都可以走。师尊有多强，我明白。那样的人若真的不愿，没有人能强迫他。为什么？师尊他难不成喜欢你？什么叫难不成？他就是喜欢我，很难理解吗？你很笨吗？不是。疯了，这一切都疯了，我的思绪全乱了。可是，师尊那样的人，不是应该无情无欲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你看到的是他当师尊的样子，不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样子。你们宗门没教过你一件事吗？什么？这世上没有哪条道是天生就对的，也没有哪种人是生来就该死的。君临他很早就想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不然你以为呢？魔修都是一些利用邪淫巧思来修炼，达成自己目的的一帮人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你见到他们，不必心慈手软，那帮人不值得同情，也不值得怜悯。你师尊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这一生斩魔无数，从未有过半分迟疑。是，弟子谨遵教诲。这句话像一枚钉子，牢牢钉进了我的心里。
我握剑时从不犹豫，遇到魔修也从不心软。可现在，脑海里义父的话和四梵音的话在不停碰撞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当年是怎么死的？当然是被君临一剑捅死的啊。被他一剑捅死了。是我让他杀的。就算他不杀，我也会被各派仙门杀掉，或者是被某个魔修首领杀掉，那还不如死在他怀里呢。只是我也没想到还能有重来一世的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生你们，生得我半条命都快没了。之前树敌太多，一旦陷入虚弱的状态，就会引来无数的追杀。我不想君临为了我与全世界为敌。再说了，你父亲那个人犟得很，要是真为了我背叛仙门，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所以啊，我干脆给他一个最好的结局，顺便送他一个美名，让他亲手杀了我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是诛杀魔头的英雄，正道的楷模，仙门的功臣。那你有没有问过他？他愿不愿意用你的命换这个美名？嗨，愿不愿意他都这么做了，龙族那一套我学不来。不过既然选了君临做孩子的父亲，我也不后悔把自己逼到濒死的地步。我还有兄弟姐妹？当然啊，我生了整整3个呢。现在的魔域少君四玄耀就是你兄弟，只不过我还没和他碰面，也不知道你们谁先破堂。还有一个……等等，你说谁？四玄耀？对啊，怎么啦？你们兄弟不和？我和魔域少君四玄耀不知交手了多少次，每一次都是刀剑相向，以命相搏。正道弟子来得正好，今日我正缺个对手。没事儿，兄弟间小打小闹，等哪天有空我们去魔域找他，我帮你们劝和劝和啊。不是小打小闹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恨不得杀了对方的那种吗？我跟你爹第一次见面也这样，后来不也甜的蜜里调油？不过他杀意更重一些，我看到他那张脸我就不想杀他了。你是不知道，君临打架的样子就连头发丝都是好看的，那一身白衣被剑气掀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人要是死了多可惜。可以了。啊？哦，害羞啦？没有。你这孩子脸皮跟你爹一样薄。四玄耀的事先不说，你刚才提到还有一个。是还有一个，我记得临死前我把你们3个都托付给了君临，让他孵化，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清楚。据我所知，天眼宗除了师尊，没有人是龙族。你不是吗？说起来，我为什么感受不到你龙族的气息？你的龙骨去哪儿了？修为也不应该这么低啊！可能因为我是混血吧。不可能，你就是龙族。龙族修为天生就是神境，从出生到破壳都需要从父母那儿汲取大量的灵力，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我会修为尽散？你好好想想小时候的事。小时候的事记不清了，从我有记忆起，就只是单纯的人族。这就奇怪了，按理说你的记忆从蛋壳内就有了。这么早？龙族不同于人族，在蛋里就已经有意识了，会听见声音，会记住气息。你的记忆是怎么样的？我记得是在天眼宗附近的郊外，我受了伤，被人带回宗门。所有人都说是义父把我救回来的。看来你没有龙骨，跟沈旭有脱不开的关系。不可能，义父不会害我。我没说他是为了害你，要是真想害你，根本不可能在没有君临的授意的情况下将你抚养长大。龙骨这种东西不是随便能取的，只能在你刚破壳还很虚弱的时候，而且取走龙骨的人必须知道你是龙，还必须有能力压住你的血脉，这种人不会很多。如果真的是义父做的，为什么？理由其实不难猜，一个没有龙骨的龙族，就只是个天赋不错的人族，没有人会把你和君临联系起来。门里真正见过君临面容的少之又少，画像更画不出那种神韵。我没了龙骨，义父再打点好几位长老，那在宗门里又有谁能知道我和君临的关系？
那沈旭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为什么要抽我的龙骨？要么是为了保护你，要么就是另有所图。沈旭平日里对你怎么样？他教我练剑，教我守规矩，他很严厉，但确实从来没有害过我。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了。上一代的恩怨与你无关，等君临醒了，我们再好好盘算。他把你弄成这样，总得给我个说法。如果是真的是义父做的，你会如何？我最是护短，他怎么对你的，我就怎么对他。行了，你该吃吃该喝喝，不用操心这些。你要是有渠道搞点玉梅果来，那最好。那是莫仓长老种来招待贵宾用的，我去要，他可能不会给。没事儿，你去试试看。君临曾经能给我搞来好几个呢。以前这果子对我来说只是普通果子，如今发现它能大幅提升修为，甚是妙。又不是让你全摘。那是莫仓长老最宝贝的果子，平日里连内门弟子都拿不到。你跟他们能一样吗？你面子比他们大多了。去吧，多拿点。哦，好。进来。站在门口那么久，是有事？弟子见过莫仓长老。让你找偷偷玉髓果的人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已送去受刑。那人灵脉淤堵，所以才偷几个果子。还有一事，我想向莫仓长老要几个玉髓果。许多年前也有个人来找我要过，不过他的态度可没你这么谦卑。他是直接大摇大摆进来的，摘了3颗最大的，还顺了我一大批灵丹妙药。我问他要做什么，他说拿来养胎。长老说的那个人是师尊吗？那师尊当年要养胎的那个人是……知行，有些事还是不要追究的好。为何？细究起来，安稳的局面又将打破，还不如随着时间流逝，逐渐淡去。拿去吧。多谢莫仓长老。不错不错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我刚才去，莫仓长老也提起了当年师尊来要果子养胎的事，但他不让我追究。他说一旦追究，如今天一宗安稳的局面就会被打破。那很正常啊，君临在你们宗门是多么高风丽节的神明，若是让弟子们知道他跟魔尊不仅有私情，连孩子都有3个，你们这些弟子的信仰岂不是要彻底崩塌？哼，你们这些仙门最喜欢造神，看来这帮长老嘴里是撬不出什么东西了。在君临醒过来之前，要想知道当年所有的真相，我们还得去一趟魔域。魔域？是啊，我的好下属飞琉璃肯定知道。我一开始不打算来天眼宗的，奈何你娘我现在修为太低，只能靠双脚走路，魔域又实在太远。你要是能带我去，那最好。飞琉璃，魔域4大魔君之一，也是如今修真界悬赏榜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传闻其手段狠辣，喜怒无常，尤其擅长媚术与幻术。可宗门弟子擅入魔域，生同背叛。哎呀，不会不会，之前君临天天往我这儿跑，也没见那帮长老说什么。我可以向戒律堂告假，那你呢？外门弟子天天都要点补的。对哦，要不我装病？文老师会亲自来看你。那我装死？宗门会查。那我半夜偷偷跑？护山大阵会记录弟子令牌，
你们正道怎么这么多规矩？天眼宗有责任保障每位弟子的安全。怪不得君临后来脾气越来越差。总之，短时间内离宗不现实。那怎么办？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仙门大比快开始了，届时会有大量外来修士中出宗门，护山阵法也会短暂调整。如果那个时候离开，会容易很多。知行，你真不愧是我儿子，学坏的真快。仙门大比什么时候开始？半个月后。那挺快啊。300年过去，我死的时候，正魔两道还打得天翻地覆，各大仙门一边互相提防，一边被我逼得不得不联手。那时候的修真界，在我眼里其实很弱，准确来说，除了君临，都弱。从前的仙门在我眼里只分2种，菜的和菜的不行的。若不是天眼宗出了一个君临，我甚至懒得多看那些所谓仙门天骄一眼。也不知道现在这帮人进步了没有。如果还是以前那个水平，那仙门大比岂不是很无聊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如今各宗年轻一代并不弱。哦，比如无望海少主常进100岁便已踏入天境，药王谷这一带也出了个木灵圣体，还有佛门那边。停，100岁入天境也算天才？你们现在标准这么低了吗？修仙不走捷径。行吧，不过君临应该还是最厉害的吧？师尊如今被称为当世第一人。我就知道，我眼光多好。说起来，仙门大比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要上场？那是自然，义父他很看好我。为娘也看好你。可我如今的实力……你才多大？满打满算也就300岁出头吧，小屁孩一个。玉髓果的灵气在经脉间一点点化开，温润绵长，缓慢滋养着干涸已久的灵脉。若换作从前，这种程度的灵果，我都当零食吃的。不错，总算不像之前那么废了。可惜魔域太远，不然回去翻翻我的私库，我当年随便一个藏宝库里的东西，都够如今修真界抢破头。越想越心酸。你与范音一嘴。是。哦。你和沈师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昨日戒律堂外，沈执行亲自送他回来，甚至还替他挡下了不少议论，替他告假。后来，我更是亲眼看到沈一晴站在院子里，与他说了很久的话。那样的人，平日连多余的寒暄都没有，却偏偏对这个女人格外照顾，心里真堵得难受。沈师兄从来不会对别人这样。哦，那可能因为我比较讨人喜欢吧。人见人爱，没办法。你凭什么？沈师兄未来会继承戒律堂，在宗门前途无量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你喜欢知行？与你无关。原来如此，眼光不错。知行继承了他爹的美貌，天赋最好又勤奋，不过在这方面又有点迟钝，还转不过弯。但是他还小啦，过几百年再说。你为何总一副与沈师兄很熟的样子？因为我确实和他很熟啊。你不过是个刚入宗门不久的外门弟子，沈师兄身份何等尊贵，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那倒确实，毕竟是我和君临的儿子，身份自然是无上至尊。沈师兄一心修道，从不会被男女之情影响，你最好不要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。我和他，不是，你快摸着木头说3声呸呸呸！你们正道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？我和他是亲戚。宗门里谁都知道，沈师兄是沈长老捡回来的孤儿，你说这话骗鬼呢？我迟早要剐了沈旭。现在好了，我这个亲娘站在这里，
都没人信。我是他亲娘，亲生的。沈旭，你给我等着！沈师兄心性坚定，不会被旁人影响。你若真为他好，就该离他远一点。我离他远一点？我凭什么离他远一点？你一个陈静，整天消电不该有的，麻烦你搞搞清楚，我得到的不代表就是你失去的。我不和沈不行说话，他就会来找你了吗？外面都怎么说的？说给我听听。说你仗着长得不错，故意接近沈师兄。不是仗着，我本来就长得不错。再说了，他愿意理我，那是他的事。你怎么不反思一下，他为什么不愿意理别人？而且你喜欢他，你总盯着我干什么？你应该去研究沈之行喜欢什么。沈师兄不会喜欢任何人，怎么可能？他又不是断了情根，你自己没努力，不要赖我身上。再说了，再难搞能有君临难搞吗？你还敢肖想师尊？整个修真界，谁不知道君临是什么人？高高在上，清冷绝尘。别说男女之情，这些年甚至没人见过他与谁亲近。什么叫消亡？我用得着消想？我们那叫两情相悦。你疯了！师尊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我长得不好看吗？够了！你知不知道污蔑师尊是什么罪？不知道。再说了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怎么就用上污蔑这个词了？和他根本没有办法沟通，如今看来完全是我想多了。就凭着满口风言风语，甚至敢编排师尊的模样，沈行行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以后这种话你最好少说，若是传出去，别说戒律堂，整个天眼宗都不会放过你。哦，那等君临醒了，你自己问他呗。味道还行。这女人根本没有把宗门规矩放在眼里，提醒也没用。山巅终年覆雪，那层淡金色的结界流光，是独属于龙族的气息。君临究竟怎么了？沉睡300年，居然还没醒。别看了，我们这些外门弟子是上不去玄霄峰的。玄霄峰地势极险，寻常人只能依靠轻功与御风术攀登，这女人甚至连最基础的轻身术都不会。以前我都是直接飞上去的。你还真敢编！这女人对师尊的执念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以前玄霄峰没这么冷，玄霄峰终年积雪，本来就冷，因为以前有人，现在没人了。说不清缘故，我为何只顾着将你拥住。再不走，就赶不上午饭了。下午还有轻功课呢。今天吃什么？食堂还能吃什么？饭、蔬菜，偶尔有肉。你们天眼宗伙食怎么还是这么差？还是？我是说，像你们这种大宗门，不应该吃好一点吗？外门弟子资源有限，想吃好的就努力进内门。过来。何事？今晚带我上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君临沉睡300年还没醒，我心里不踏实，我得亲自上去看一眼。不行，玄霄峰的结界极其危险，我一个人能进去是因为血脉，我带不了你。你既然能穿过结界，那带个人应当也不难。今晚子时，我在后山路口等你。你可是我儿子，别让我失望。
御剑飞行讲究的是身轻、心静气稳，剑随意动，人剑合一。你们这些新弟子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怕摔，记住，越怕越飞不起来。这剑连个刃都没有，剑酥还弄得这么红。梵音，你认真听，轻功课可是考核的重点。我哪里记得基本功的要领？这不是有手就会的吗？你以前学过？我以前认识的人根本不御剑飞行，在我的认知里，御剑这种事纯属装。装？这叫仙风道骨。尤其一群白衣修士踩着剑飘来飘去的时候，特别装。以前我们那边的人讨论仙门的时候，还专门吐槽过，明明能直接飞，非要踩把剑，莫名其妙，还觉得自己特别帅。那是魔修才直接飞，化作一团黑气，多难看啊！我们正道弟子当然要踩剑。不愧是程师姐，天赋高就是好啊！今年年末的考核，他肯定能进内门。你们说他会选哪位长老？那肯定是沈长老啊，这样不就天天能见沈之行了？别胡说！御剑时需心神专注，再分心，摔下来我可不接。半月，你来试试。行吧。先凝神，再以灵力牵引剑身。这剑质量一般。哇！我说了，这件质量不好。那不是御剑，那是至剑。你先试着让剑飞起来。哈哈，这也叫御剑？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修魔跟修仙完全不一样，这玩意儿我是真的不会。无妨，第一次御剑失败很正常。果然，我之前会担心他抢走沈石行，完全是多想了。这种废柴，沈师兄怎么可能看得上？我回去练练，下次飞给你们看。拉倒吧你，别人都要练个大半年才行，你练一晚上就会，骗谁呢？程悟，打击别人的自信心会让你感到快乐吗？懒得跟你计较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你在做什么？怎么样，你娘厉害吧？你才练了一下午，这不是有手就行，你们修仙也不难吗？我忽然有点理解，为什么他成为当年的魔尊。有些人即便是天残的灵根，但学习能力却惊人的可怕。走吧，带我去玄霄峰。现在？对啊，你爹都躺300年了，我想他了。你怎么就穿这一点？那能怪我吗？你们天眼宗不发洞符给我。活过来了。好奇怪，
他设这个结界干什么？他还能预料到自己昏迷吗？我不知道，从未有人提过此事。他到底在防谁？什么？已经很多年没这样认真看过他了。上一次还是在那场大战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抱着我，手都在抖。手感还是这么好。我是不是该出去？哦，看来你不是等我把你唤醒了。不对，怎么了？我和君临神交过，按理说我能直接进入他的识海，探寻他的意识，但这次我却被挡回来了。神交，一旦彻底向另一个人开放，几乎等同于毫无保留地交付一切，所有的情绪、记忆、欲念、想法都无法隐藏。比起双修，甚至比肌肤之亲还要更深，因为身体可以伪装，识海却不能。许多眷侣会经常双修，但神交的几乎没有几个。原来他们已经这般亲密无间了吗？哦，你们正道是不是不教这些？乖儿子，要不要娘给你补补课？不需要。看来沈旭确实把你养得挺纯情。别说了，害羞什么？真正的道侣之间神交很正常的。你以后遇到喜欢的人，够了。所以，你为什么探寻不了他的识海？不是君临防着我，是他体内有别的禁制。你过来看看。这是义父的灵力。沈旭，这股灵力实实在在形成了一道禁制，牢牢封锁在师尊识海外围。有意思，我就说，谁有这个本事？也许义父只是为了保护师尊。保护？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在识海外加这种禁制吗？识海受损，意识混乱，或者防止沉睡中的人醒来。不会的，义父对师尊一直极为敬重，这些年也是他一直守着玄霄峰，他没有理由。行了，不用一副天塌了的样子。上一辈的恩怨你不了解很正常，更何况沈旭对你确实有养育之恩。你有办法解开吗？有点麻烦，设禁制的人很了解君临，我试试看。我从小就是义父亲手教导出来的，对他的灵力运行方式极其熟悉，可为什么解开禁制的时候会遭到这么剧烈的反噬？停！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发现这禁制在吸你的灵力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体内的真气真的在流向师尊体内。别紧张，不是坏事，准确来说是你的灵力在主动回应它。回应？龙族血脉之间本就会彼此吸引，更何况你还是他的骨肉。我猜君临敷完你们，灵力亏空，又不知怎的陷入了沉睡。沈旭便趁虚而入，给他设了这道禁制，让他永远也醒不过来。义父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傻孩子，他抽了你的龙骨，拼命掩盖君临和我交往过的事实。只要君临一醒，那个完美无瑕的仙尊有了污点，他苦心维系的一切不就前功尽弃了？看到了吗？他就是这么想的。原来我只是一个替代品。难怪他不愿我追查身世，原
原来是因为我没有龙骨，难怪玄霄峰的结界只认我。可义父，他一直极其敬重师尊。敬重和极端的控制欲又不冲突。你以为沈旭为什么对你这么上心？又为什么一个捡来的义子能被他亲手教养到这种地步？他大概以为只要君临一直沉睡，只要世人不知道你们的关系，君临就永远是玄霄峰那个清白无虑的仙尊。可惜他没料到我会重生。怎么会这样？母亲是魔尊，父亲是仙尊，而从小养大自己的人，竟然是一个为了维护所谓神明完美，不惜抽走自己养子龙骨，让至交好友沉睡300年的偏执疯子。这一切荒谬的像场梦。我之前不说是不想让你知道，你和你爹一样，对人的恶意都挺迟钝的。我们魔域向来遵从本心，所以我一下就察觉到了，沈旭对我不单纯只是正邪不两立，更有一种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嫉恨。他嫉恨我竟然能把你爹这种绝情断欲的人拉下神坛。小时候每次提到魔尊，义父眼里的厌恶总是格外明显。以前我以为那只是因为正邪对立，现在想来，那是一种自己的信仰被玷污后的无能狂怒，一种被压抑到极深的偏执。不过他装得很好，君临那人对谁都冷冷淡淡的，根本察觉不到这些暗处的心思。当年那么多人把他当神明一样敬畏供奉，他居然一个都没放在眼里。那师尊是怎么被你拉下神坛的？我会说呀，秘诀就是天天在他耳边说情话，说到他耳朵长茧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师尊吃这套。那时候我把他绑了来，天天在他耳边说情话。这样也行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沈旭想要的，从来不是醒来的君临，而是现在这样一动不动的君临。永远高高在上，永远无情无绪，永远不会因为谁走下神坛。沈旭根本不爱护师尊，他爱的只是那个由他亲自供奉，永远不会忤逆他的泥塑神像。这种事放谁身上都很难接受，尤其知行还是被沈旭亲手养大的。他刚刚动了是不是？我确实看见了。看来君临也一直在试图冲破这个禁制，可能需要一点外界帮助。君临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君临，我要强行进入他的识海唤醒他。知行，你替我打通。等等，这股威压太强了，空气里的龙息在排斥我。别管威压，快，趁我现在牵制住他识海的外围防御，替我把禁制撕开一道口子。禁制很稳固，用力压上去，我的力量已经渗进去了。这里是我从前住的地方，没人看得见我。这里不是现实，而是君临的记忆。沈旭利用君临对我的思念，把他困在了过去。君临，你怎么又坐那么远？还真是刚把他绑回魔域的那段日子，那时候他天天冷着一张脸，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不过来陪我喝一杯吗？魔尊自重。我若是不自重，当初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僵硬？四反印，叫这么生疏做什么？你现在可是本尊的座上宾，总板着脸，多没情趣。你们仙门到底怎么养人的？怎么连生气都这么好看？
你趁我不备将我困在此处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看上你了呀！你打架的时候衣袂纷飞的样子，好看极了。区区皮相而已，堂堂魔尊要什么人没有？那不一样，他们都没你好看。荒唐！我与你道不同。哪里不同？你们仙门总说魔修滥杀无辜，可我一路走来，杀的全是想杀我的人。你们说魔修掠夺资源，可正道宗门为了灵矿秘境，竟互相灭门，也没见多干净。君临，你真的觉得这世上有绝对的正邪吗？你看，你自己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慢慢想，反正你现在跑不了。你留我在此，就只是为了看，还是说想胁迫天眼宗？那不会，我胁迫天眼宗干什么？他们除了你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我要你做我的帝君。司凡叶，原来高高在上的仙尊，这里这么敏感啊！君临，你现在这样，可比刚被我带回来时可爱多了。你们仙门的人真是把自己裹得跟蚕蛹一样。不过没关系，本尊有的是耐心。终于舍得碰我了。司凡叶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知道啊。我好不好看？你身上总是香香的，你们仙门还熏香吗？那是皂角的味道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体香。这副骨相真好，难怪我当初一眼就挑中了你。别说了。怕什么？我不过是想借仙尊的真龙之气一用。你我修炼方式并不同。我知道啊，我还贪图修为提升做什么？本尊图的就是看你这副清冷跌落凡前的模样。司凡叶，你知不知道规矩为何制？知道啊，但喜欢的人就在眼前，为什么要讲规矩？别碰！原来这里也不能碰。君临，你怎么这么端着？你其实也没有那么讨厌我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好看，喜欢你的女子应该数不胜数吧？你有看上过别人吗？没人敢接近我。怎么可能？你当天下女修都眼瞎？仙门那么多年，就没有哪个女修偷偷给你送过灵锦囊？没有，他们见我就躲我，或是恭恭敬敬。我听说真龙一脉若是与人神交结气，对魔修大有防益。你现在不就在强行抢夺我的灵犀？那你们龙族传承里有没有教你这种时候该怎么办？你生气吗？不说话我就当你不生气。我天天来找你结气。你要这股力量做什么？我需要稳固魔域的核心。既然要找力量源泉，当然要找最强的。魔域那么大，我总不能一直靠自己硬扛吧？就为了这个？对啊，要镇得住那些魔修，灵力得强，血脉得纯，长得也不能差，不然带出去多没面子。我生气。我不信。你知道就好。君临，你心跳得好快。拿了就走。怎么，仙尊大人舍不得我啊？你现在这样，可不像刚开始那个宁死不屈的样子。你总这样。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入定冥想。不过你这个阶段的修为应该不需要冥想了吧？不用冥想，但我无事可做。天眼宗那边知道你被我带走了，几个长老风风火火聚起来开了几次会，却不欢而散，到现在也没讨论出结果。底下的人急也不敢贸然打过来。你们天眼宗管理制度很有问题啊！还有那个沈旭，恨不得独自提剑来魔域砍了我，可惜被下面的人拦住了。你对他说了什么？我可没跟他说过话，我对外只说请你过来做本尊的帝君，可能他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吧。沈旭性子向来稳重，不是这样冲动的人。是吗？那我再去探探，我总觉得有内情。其实我能理解，毕竟像你这样的高岭之花，被别人强取豪夺，谁受得了？你也知道是抢。那不一样，我这是凭本事抢的，而且你后来不也没跑吗？你没给我机会。真的吗？可我怎么觉得真正困住你的，早就不是这条锁链了呢？你们修仙之人惯会隐藏，连七情六欲都要克服隐忍，也难怪你不爱。我不是说，我只是……又在发呆。你为什么偏偏选我？
最开始确实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又强大，可后来嘛，我发现你虽然看着冷，其实心特别软。别人骂你一句，你懒得理；可若有人在你面前受伤，你一定会救，哪怕对方是魔修。你这种人很容易被骗的。还好先遇见你的是我。那你能给我解开吗？那不行，我这借来的真龙灵犀还没彻底炼化呢，你跑了怎么办？你那么确定你真能炼化我的龙犀？当然，我和你都这么强，连灵脉都交织了，怎么会炼化不了？而且你们龙族一旦交托本源灵力，便等同节气，你还能不认账？龙族确实重节气之事，所以呢？所以，若真结了死契，我自会负责到底。你先把锁链解开。不行，各大仙门都在想办法救你，万一你跑了，我去哪儿再找一个这么痛心的帝君？你对自己这么没信心？这和信心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仙门最擅长骗人了，万一你回去之后被那帮长老一迷脑，又觉得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魔头怎么办？不会，我分得清。算了吧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纠结拧巴的人，你就被锁着吧，还能骗自己是因为灵锁被迫留下来的。我这只有魔修的书，还有一些离经叛道的风月画本，反正在仙门看来都不是什么正版典籍。你脸怎么又红了？你平日就看这些？对啊，挺有意思的。哦，这本我看过，里面那个剑修后来被魔女困在洞府里，没日没夜的强行双修了整整3日。别说了，你怎么这么不经斗？你们仙门不会连这种画本都禁吧？会。怪不得你纯情成这样，你看这灵气运转的刁钻法门是不是很难？要不下次咱们也试试，还是有正常书的。你的本体是什么？没有本体，魔是由凡人的执念而生的。执念而生？世人总说魔天生邪恶，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魔？有些是恨，有些是怨，有些是不甘，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女婴出生便被溺死遗弃，活活饿死的多了去了，那些不甘心的念头聚在一起，慢慢就有了我。只要凡间还有怨恨、不甘和苦楚，魔就会一直存在。有笔墨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机关戈，我做的。你们仙门还有这种玩意儿？给谁传信？沈旭。好啊你，当我面通风报信。我总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。你就不怕他们真带人打进来？他们打不过你。那你呢？你打得过我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还有没有好东西？这个也是你做的？闭关时闲来无事打磨的，这就是给你的。你这叫闲来无事？你们仙门的人闭关都这么无聊吗？再给我做一个。不，我要高大威猛的，最好能当坐骑。坐骑吗？魔域不是到处都是可以驯化的凶兽？那不一样，活的不仅要分心照料，还不听话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？只是一些奇门论讲。给我做嘛，做好了我乘着它带你去天眼宗上空逛一圈，气死那帮老东西。太大的机关兽需要高阶晶核驱动，而且木头也得是上等灵木，至少1000年以上。普通木料承受不住高阶晶核的灵力，会直接炸裂。晶核好弄，只是这灵木要什么样的？你要求还挺高。不是你说要高大威猛，还能当坐骑？那当然不能敷衍，我要整个魔域最气派的坐骑。西边幽冥森林好像有棵老树妖，活了上千年，脾气很差。之前我路过，他还敢拿树枝抽我。所以你做了什么？我把它烧了一半，不过没烧死，留着呢。要不回头把它砍了？有灵智的灵木最好不要。为何？容易生怨，万物有灵，强取总会有代价。你们仙门是不是都这么心软？那我强占你，代价是什么？不是心软，是因果。我不知道。你算一算嘛，推演天机可不是你们天眼宗的看家板手吗？我看不到我们的因果，与你有关的事总是很模糊，从我见你的第一面开始算不出来。既定的人生有什么意思？但是知道你这么早就把目光放在我身上，我很高兴。司凡叶，你别总四处点火。为什么？你看你也不是无情无欲，为什么要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，被这节气的力量折磨的难受吗？那你央我呀。茵茵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若贪恋这感觉，可以求你。茵茵，
差不多行了，我的真气都要被你吸干了。再多一点魔气给我，好不好？君临，你是不是偷偷练过这种神教法门？没有，不是你刚刚给我的那本双修秘法吗？你就看了几眼。过目不忘，不是天眼宗的基本功吗？走吧，带你出去透透风，顺带去找找陵墓。尊上，那是君临，他居然没把万劫宫掀了。怎么看着像是被尊上降服了？不过这君临可真好看啊！本尊新养的帝君，威风吧？东边那片黑森林里应该有陵墓，不过里面也住了只老树妖，脾气不太好。你别又把人烧了。什么叫又？我脾气很好的好吗？脾气还是这么差。四梵音，你竟还敢来！有什么不敢的？这魔域没有我不敢去的地方。别废话，借我点陵墓，我要让他给我做东西。好东西啊！那是我养了3000年的灵心木，下次还找你。滚！你去西边。不行啊，西边那棵上次被我烧了，不知道有没有长好。你那叫烧了一点吗？你差点把他树心都烧穿。你们两个简直天生一对，一个拔树皮，一个烧树心。我只斩过你，在这之前我没上过树。滚啊！抱歉。别说，这个拿回去好像也能做机甲外壳。废物利用嘛！你还想拿？滚！走啦，夫君。怎么，不打了？尊上，您旁边那位是？哦，我的帝君。君临？真把君临生擒了，还毫发无损。等等，他为什么没挣脱？你没看见手上的锁链吗？可那是君临啊！什么法宝能锁得住他？别紧张，他现在不乱拔剑。咱们尊上已经能碾压君临了吗？不然这种俯首称臣的事儿，他怎么肯？那我们岂不是更没机会上位了？废话，你什么时候见过君临低头？当年血河那一战，7位魔将围攻他一个，最后还不是满地爬？我听说他那时候连本命剑都没出掉。听见没有？你在魔月风评还挺高。不是好话。怎么不是？强的让人害怕，那也是本事。不过现在，他是我的。快跑！是赤焰兽，谁把他放出来的？刚才灵气一出，不小心扯断了。那便算了。不行，得锁着。我若控制不住伤了人怎么办？不是，他是不是被夺舍了？君临会主动要链子拴自己？一定是在做梦。还有新的吗？行吧，满足你。不愧是尊上，连君临都能被驯服的服服帖帖。就是他以前再狂能怎么样？不还是乖乖被咱们尊上牵着走？嗨，这第一仙徒也就那样，不也是个色令之魂的软骨头？说什么呢？本尊的帝君，也是你们这群废物能随意折辱评判的。算了。你们仙门的人就是心软。你刚刚是不是在护着他们？没有。那你拦我做什么？我不想因为几句废话惹你不高兴。算你会哄人。这是天骸，我亲手炼的，
主骨是一头猎山魔蛟的脊椎，后面又融了九幽冥虎、赤目妖蛇，还有几只上古凶兽的骨头。哦，对了，里面还有半截凤凰骨。不过总觉得还差点什么，可能缺一节龙骨。要是有一节，千寒应该还能再进一级。龙族灵骨韧性最好，灵性也高，最适合喂逐银骨。龙骨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节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不是需要我？我说的是龙族的传承骨，不是你身上随便哪一段。我体内有，可以取。君灵，你是不是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啊？我只是想把最好的给你。你呀，你要是少一节龙族传承骨，本源受损怎么办？不会太多。再说了，你会保护我的。你给我老实点儿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真缺了我就自己去抢别人的。我还遇不到别的大妖了吗？用我的。不过你们的传承骨跟别的骨头有什么区别？我之前只是听说这块骨头很适合锻造极品法器。传承骨维持龙族血脉运转，记录着龙族力量与记忆的一部分。没有传承骨的龙，便如同被抽去了命脉。听起来挺麻烦的。所以传承骨不能轻易离体，离开之后，就等于在消去生命存在的一部分。那你还敢把它给我？有时候，也可以拿来送给认定的道侣。那你岂不是连化龙都会受限？也不是，我们既然已经灵力结契，传承骨交于你保管也没关系。龙族的传承印记本来就可以通过伴侣的神魂契约共存，只要完成彻底绑定，传承骨离体不会影响我化龙。这块骨头本来就是要给你的。那我收下了。你以后要是想反悔，我可不还的。绝不反悔。传承骨在这里。从这里取，最好下手。拨骨抽筋，你会痛吗？你下手快点，就不会那么痛。你是不是傻？不是你想要吗？现在不想要了。比起拆你的骨头，我突然觉得还是把你完完整整养在身边比较划算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觉得你的原身非常漂亮。你还能这样？好摸。这里很敏感。原来高高在上的仙尊也有受制于人的弱点啊。这片为什么是逆着的？那是逆鳞，你别碰了。你说不碰就不碰。别欺负我了。
现在这样子，哪里还有半点正道魁首的样子？他居然主动向我敞开识海，要我神交。原来初见时你的道心就乱了，表面上不声不响，心里居然装了我这么久。你也一样，嘴上说想采捕我，心里早就默认我会一直留在你身边。你不许乱看。神交的时候，什么都藏不住的。这人怎么被逼急了，学坏的这么快？原来你一直都知道。知道什么？我喜欢你。那是自然，我四凡音看人精准。长老，师尊定是在魔头的监视下写的这封信，所以不敢说实话。字迹是君临的，没有被篡改，但灵力干净的过分，这反而不正常。师尊一定是被胁迫了，魔域手段诡谲，这封信要反过来看。对，以师尊鼎盛时期的实力，怎么可能甘愿归其未定？长老，我听魔修放出话来，那魔头强留了师尊，还要他做万劫宫的帝君。天哪，听说那魔女好色贪婪，被她看上的男人都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帝君，荒唐至极，竟然要被魔域那个疯女人肆意羞辱把问。君临向来清冷克制，若真被困在魔域，会是什么样子？魔头实在过分，竟敢如此玷污师尊清誉。天眼宗弟子，不信谣言。是。无论如何，救出仙尊迫在眉睫。我等不及和其他长老再次扯皮了。你们有谁愿随我立刻杀入魔域？弟子愿意。以我对君临的了解，他若愿意，随时都可回来。如今甘愿留在魔域，究竟是为何？魔域地势复杂，魔气侵蚀心神，轻易不得久留。我只带亲信弟子去，其余人留守仙门。师尊被困魔域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理？哪怕死，也要……够了！你们去了，也只是拖累。若我3日未回，封锁山门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魔域。长老，你看，你的信没起作用，反而让人大老远跑来救你。我不写信，他们也会来的。也是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想。不会又是什么玄机1号这种名字吧？机关术命名本就以功能为主。叫金妮。金妮？听起来就很贵，很符合他吞金河的气质。好。你慢慢雕，我去会会沈旭。
我要是伤了他，你会心疼吗？是他实力不济。行，那我放心去了。别受伤。知道啦。长老，这里的魔气比传闻中还重。守住石海，不要被幻象牵引。是。闭嘴！我明知道这是玉杖的幻象，可还是压不住嫉妒和不甘。这些事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。清心诀。飞琉璃，怎么不叫你主子来？只有你们天眼宗的仙尊才配我们尊上亲自迎接。以自己的血为武器，这样邪门的功法，就不怕失血而亡吗？沈长老这话说的，好像你们仙门修的就都是什么正经功法似的。你们的好师尊如今正和我们尊上你侬我侬，乐不思苏呢。要不过几天再来接？胡言乱语！你这妖女，休得污蔑师尊！我们尊上将他绑来，起初他还不肯，不过被尊上调教了几次，如今啊，已经是主动现身了。什么圣人啊，不过如此。脾气真差。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。真有意思，你这副模样可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仙门降士真实多了。你这么生气做什么？让我猜猜。哎呀，这是恼羞成怒。怎么了？难不成你……你若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让你永远开不了口。尊上。我才离开一会儿，你怎么就快被人削成人棍了？尊上，他凶我。哟，沈长老这是急疯了。君临在哪儿？这么想见他，那不巧了，他忙着给我做东西呢。他现在脾气可好了，我要什么他都肯给。四反音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
沈长老这话问的，他长得这么好看，我绑回去男欢女爱，你情我愿，还能做什么？来得正好，我早就想揍你。沈长老，心乱了，剑气都不稳了。忘了告诉你，千爷最不怕的就是被打碎，毕竟他本来就是拿尸骨拼出来的。你这修为也不过如此。小女，休得胡言！退后！天眼宗这群剑修打急眼了，真不讲道理，这才有意思。不能让长老独自对付那魔头。都说了，魔域最可怕的从来不是魔修，是你们自己呀。沈旭，别打了。你为什么生气？因为我违背了你的道义吗？沈长老，还打吗？撤！长老，走！有意思，居然真被我猜中了。尊上，你是不知道那个沈旭对我有多凶，您怎么就放他走了呢？你不是也没吃亏吗？可他凶我，您看我都受伤了。哦，破了点皮。尊上，您刚刚就该再刺激他几句，说不定他当场就道心崩塌入魔了。算了吧，被仙门赶到魔域来，我还要管着他。也是，万一真疯了，最后头疼的还是尊上。不过他那副样子，离疯也不远了。执念那么重，也是活该。孙上，您说君临到底知不知道？
君临那种人，眼里装的是天下苍生，是仙门正道，是他那套规矩道义。至于旁人的情爱，他未必看得多重，连我都得在他耳边日日重复喜欢。哪里荒唐，那树都快被他盘出灵性了。下雨怕淋着，打雷怕劈着，别人碰一下都要翻脸。前几年那树生了虫，他抱着树哭了3天，后来那树哭了一半，他还跑去偷灵泉浇树，被追杀了800里。你看，连树都能喜欢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心里有我就行。旁人的情爱也好，执念也罢，于我而言都没有意义。真生气了？没有。你这语气可不像没有。我只是觉得此事无趣。还生气吗？现在呢？还气吗？别闹。那就是还气着。君临，你怎么这么难哄？以后莫拿这种事开玩笑。知道了，不说了。吵醒你了。君临，你是不是报复心挺重？你昨晚说会哄我。低头。满意了？还行，下次不许这么折腾我。那你以后也别故意气我。天老爷，谁要故意气他？想让君临接受现实，比登天还难。为什么要帮我盘起来？大家方便。可是我觉得头发飞扬的样子挺好看的。容易被敌人抓到破绽。君临，你怎么总把我当成会被人揪头发的小姑娘？是敌人狡猾。那你怎么不盘？鲜少有人能近我身。还挺好看，以后就这么绑吧。不要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敌人狡猾吗？我这是在帮你减少破绽。无用。不许动！我第一次给人编头发，你敢拆，我就要生气了。随你。今日之事，不许说出去。弟子明白，绝不会外传。沈长老的剑意怎么会带魔气？不好，禁制快撑不住了，快去禀报，沈长老恐怕入魔了。师叔，要不要去请宗主？入魔。怎么了？完了，是那位师兄沈虚快要彻底封魔。什么？你那位好师兄好像真快疯了。什么意思？
不许走，我还没怀上孩子呢。你现在回去，不就是主动往沈旭面前送吗？他本来就快疯了，再看到你，说不定当场彻底入魔。到时候把你关起来怎么办？把你绑起来怎么办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。再说了，谁能强迫我？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不准走！不许回去。宗门那边总要有人处理。你们天眼宗那么多人不是人。再说，沈旭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，说不定就是你。你一过去，他情绪只会更乱。我的坐骑你还没雕完呢，你答应送我的才雕了一半。不走。这才对嘛，还担心？沈旭如今状态不稳，若无人压制，容易出事。那也不急着一时半会儿，执念嘛，除非他自己想通，否则旁人也做不了什么。来来来，继续给我雕金泥，我就知道你最好啦。君灵，要是你师兄和我同时掉进河里，你先救谁呀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假设，那我换一个，如果我和天眼宗同时出事呢？回答我。你今日很闲，你不会出事，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强。若真有那一天，那一定是因为我没护好你。夫君，你好会说情话啊，好喜欢你啊。好了。从今往后，只听你的命令。上来。这是你的坐骑，我不用。那不行，你现在还是我的囚犯呢，让你上来你就上来，快点。这是尊上的金娘，听说是仙尊亲手打造。怎么样，威不威风？没有浪费你的灵心木哦。死凡音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也觉得我好看。你也好看。师尊，君哥哥，夫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回去吧。可是什么？我又不会跑。等你忙完了，我自己过去找你。记得给我留个进宗门的口子，省得我每次过去都得把你们护山大战拆一遍。好。坏了，后悔了，刚刚应该骑他的。早知道刚才应该扑上去的。骑龙多威风啊，而且我还没骑过。算了，反正过几天我就去找他。师尊回来了！师尊！沈旭在里面。你们几个守住阵眼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能让结界破开。遵命。其余人随长老巡山，清除宗内逸散的魔气。若发现被魔气侵染的弟子，立即送往清心殿，不得延误。是。君灵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这3日魔气越来越重，我们几人联手也只能勉强压制。再这样下去，沈旭的经脉就撑不住了。阿灵，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以你的修为，怎会被魔域那些雾气所迷了心神？司凡音专攻心境，能引出就是内心最深处的执念。我一时不察，着了他的道。看见什么了？一些旧事罢了。
别分神。停下！停下！快停下！停下！快停下！阿玲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知道。你疯了！这是心魔之气，不是寻常魔气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敢吸纳？敢吸纳就说明我有把握解决。君灵，够了！君灵，够了！快停下！君灵！无妨。幸好有你在，否则这次还真不知道如何收场。君灵，下来接我。你怎么这么慢？不是叫你给我留个口子吗？刚处理完事情，还没来得及。我都等半天了。不是说过几日再来吗？想你了。你受伤了？没有。把手给我看看。君灵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干坏事了？没有。仙尊大人真是功德无量，救死扶伤，舍己为人。哦，仙尊向来如此，我该夸你才对。别生气，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我能处理，过些时日就会消散。哦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现在知道不是说话的地方了。带路。你住这么高，上下跑一趟不嫌烦吗？上面清静，鲜有人来。抱我上去。这点应该难不倒你。我是飞不上去吗？我是懒得动。你的金凝没……君灵，你再多说一句试试。上来吧。你这是抱还是背？背是背，抱是抱，都一样。走吧。君灵，你以前也这么气人吗？没有。哼，我不信。真的没有。伸手，你吸了多少？还好。还好是多少？别人入魔关你什么事？那是我师兄，我不能不管。把衣服脱了，检查伤势。没有伤。脱不脱？还有呢？检查心魔，需要脱这个。万一有事，可怎么办啊，夫君？茵茵，你想做什么不必找借口。你说的我好像很肤浅。既然仙尊大人这么菩萨心肠，那我也不好冷眼旁观，就勉为其难帮你把魔气驱了吧。不过你刚刚让我很生气，想想怎么哄我。你能驱除？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这什么东西？床。我知道是床，怎么这么硬？睡一晚上起来腰都要断了。不好吗？当然不好。等等。君灵，你这屋子里的东西不会全是玉做的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对玉有什么执念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全用玉？好看。
该不会天眼宗的经费都被你贪污了吧？这玉可不便宜哦。没有的事，这玉是我从四方收集过来的，更何况天眼宗的钱财不归我管。哦，所以堂堂仙尊大人其实身无分文，把钱都花在这儿了。不是身无分文。那你有多少？没数过，我也不在意这些。那给我吧。库房钥匙，你要就拿走吧。库房在哪儿呢？你把钱都放在这儿？平常我也不怎么用，没有去清理。你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这些不是挺常见的吗？常见？这玩意儿放到拍卖会能让一群人打破头。还有那个，那是一整条紫霄灵矿吧？应该是。什么叫应该是？忘了什么时候收进来的。喜欢？喜欢。那送你了，本来就是给你的。君灵，你以后要是被骗了怎么办？谁能骗得了我？只有把我强抢回去。那你还不是从了我吗？以后你的库房归我管，零食归我管，你也归我管。好。我说，你归我管。我说好。这是净灵泉，玄霄峰灵脉汇聚之地，泉水可洗涤杂念，稳固神魂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？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倒也不算，就是感觉像把手伸进了滚油里。你不能碰这个泉水，他歧视我。泉水没有意识。那他为什么只烧我？因为你是魔。这地方还有什么我不能碰的？很多，镇魔碑、诛邪灵、净世莲，还有藏经阁后山那棵葡萄树。停！为什么感觉整个宗门都在针对我？因为宗门的一大任务就是除魔卫道。不过，那些东西都伤不了你性命。那确实，你们宗门还有待加强。师尊正在闭关调息，师尊正在修炼，不见客。师尊吩咐过，近日不见任何人。我总以为，君灵对正邪的认知与我是一样的。沈旭的。为什么不回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心中就没有什么执念吗？我没什么想要的。君灵，你这样活着不累吗？习惯了。以后得有点追求。什么追求？比如我。你沉默什么？在想。想什么？你已经是我的了，所以不算想要的东西。那你想要孩子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在……那是我想要，你呢？你想要吗？或者说，我不绑你来魔域，你有过这个打算吗？没有，但也没有想过不想要。从前没人问过我这些，
我也从未考虑过。为何？因为没有必要。那现在呢？如果是和你，那我觉得很好。我没有期待过孩子，但若是你期待，我会期待；若是你高兴，我也会高兴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忽然觉得把你抢回来，真是我这辈子干的最正确的一件事。茵茵，我们成婚吧。什么？成婚？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因为应该如此。我们在一起，以后也会在一起。若有孩，更应该如此。等一下，孩子和成婚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当然没有。魔域里谁会在意这些？喜欢就在一起，不喜欢就分开。有孩子就养着，养不起就丢给族群，实在不行自己长大。父亲，有没有都一样啊？有人知道，也有人不知道。我想成婚，不是因为规矩，而是因为我想告诉所有人，你是我的家人，以后我们的孩子也是。如果要让大家都知道，魔域众人基本上都知道了。仙界这边，你舍得放弃自己的生育吗？为何要放弃？什么？生育，我并未做错什么。可他们不会这样想，他们会骂你，会说你与魔为伍。那便骂，我本就在与你来往。茵茵，你在担心我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不值得。你为修真界做了那么多事，若有一天他们因为我而指责你，我会觉得不值得。可我觉得值得。这些年，我守过很多人，也守过天下太平。如今想守一个人，并不冲突。那就等我们的孩子降生之后，热热闹闹的大办一场。怎么了？君临。茵茵，我想我们的婚礼可能要提前准备了。为什么？你好像怀孕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尸海，龙族可以感知血脉，你的尸海深处有3团尚未成型的生命气息。3团？你说几个？3个。君临，你小时候长什么样？记不太清了。肯定特别可爱。那3个都像你怎么办？未必会有3个。什么意思？龙族孕育后代不易，若同时诞下多个龙蛋，通常只会保留天赋最好的那个。龙蛋孵化需大量灵力，孕育也会消耗母亲海量修为，因此只会孵化最优秀的幼崽。什么叫保留最好的那个？其余的呢？龙族母亲会选择吃掉，恢复修为。吃掉？你是说，你让我把剩下2个孩子吃了？茵茵，龙蛋的出生和孵化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。如果可以选，没人会愿意吃掉自己的孩子。龙族母亲若强行同时孵化多个龙蛋，轻则修为大损，重则性命不保，所以才会留下最优秀的那个。所以呢？什么？所以因为危险，因为代价大，就可以把另外2个孩子吃掉。
茵茵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还没出生，你甚至没见过他们，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结果你告诉我，要从里面挑一个最好的留下，剩下的当成补品吃掉。茵茵，别叫我。我问你，如果3个里面天赋最差的那个最像我呢？如果最弱的那个天天跟在你身后喊父亲，如果被放弃的那个最依赖你呢？你还能选得出来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希望你因为孩子失去自己的命。君临，你搞清楚，是我选择了你，你才有机会成为父亲。是我选择要自己的继承人，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人，都没有区别。你有什么权利决定我孩子的生死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想要继承人，而我恰好符合条件，所以你选择了我。你知道就好。茵茵，别这么叫我。既然你都想明白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。尊上，尊上回来了。尊上，您终于回。琉璃，我怀孕了。尊上威武！我就知道那个臭仙尊迟早会被尊上搞定。恭喜尊上得偿所愿。尊上，可是君临跟我说，龙族只能孵化1个龙蛋。什么意思？他说龙蛋出生后需要大量灵力，若有多个孩子，通常只留下最优秀的那个，剩下的会被母亲吃掉。所以尊上是因为这个和他吵架了。尊上，这是您的孩子，不是龙族的子嗣，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龙族是龙族，魔族是魔族。您的孩子不归龙族管，您是魔尊，整个魔域都是您的。灵力不够就抢，天材地宝不够就找。为什么要按龙族的办法养？他们龙族养不起3个，难道我们魔月也养不起？再说了，君临出生到现在几千年，大概见过的龙蛋都没几个。可您是魔尊啊，魔域什么奇奇怪怪的种族没有？说的也是，若当真只有一条路，我偏要开出第2条。龙族只能养活1个，那我便想办法养活3个。属下定会为尊上寻遍天地礼宝，供尊上享用。琉璃，还是你好。以前送到你面前你都懒得拿，今天居然自己上门要东西，有用？废话，我当然知道有用，问题是给谁用？受伤了？没有。中毒了？心魔复发？没有。那你要这么多补气养颜的灵药干什么？你不会快死了吧？怪了，经脉稳得不能再稳，修为还精进了些许。那你到底拿这些做什么？养胎。你说什么？养胎，有意见？什么？什么？养胎。也没发烧，谁怀了？
茵茵，茵茵是谁？四凡茵。谁？四凡茵，那个魔尊，你让魔尊肚子大了？是有了孩子。这是重点吗？如今仙魔正僵恶，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莫长老忘了，他把我绑过去的。他绑你去，你就从了？刚开始没有，后来呢？后来就随他去了。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没灌，直接上水。这件事，沈旭知道吗？他为什么要知道？人家道侣怀孕，确实和沈院没什么关系。可前阵子沈院堕魔那事儿，我总觉得不安。那宗主知道？不知道。其他长老呢？不知道。整个天眼宗有谁知道？现在你知道了。很好，我现在有种知道的太多的感觉，说不定哪天就会被灭口。君灵，我忽然有点佩服你。为何？别人结个道侣，最多得罪一家人，你倒好，一次得罪2届。没有这么严重。没有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修真界有多少人恨不得把四凡音剁了？知道。你还知道？知道还往里跳，这是什么毛病？总要有人往前走一步。你这还有什么好的？我都要。大姐，这就是强抢！这些灵草灵药都是我耗费修为种出来的，四凡烟一个魔头又不用到这些。你来做什么？尊上已经用不到你了。给他送补药。大可不必，安胎的药物我自然会替尊上去寻。这是莫苍种的草药，恐怕天底底下没几个比这些还滋补。那又如何？尊上是魔尊，难道还缺你这点东西？应该不缺。那你还来？但这是给他的。废琉璃，尊上，你来干什么？给你送药。送完了？还没有。那放下吧。站住！你臭修士，老牛吃嫩草，给脸不要！臭仙尊，老牛吃嫩草，给脸不要！我只是想送个药。身体不舒服，托你的福。哪里难受？哪儿都难受。龙蛋的事是我考虑不周，你想保下他们，那我就尽力保下你。我会去找办法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。说得好听。这些你先收着。你把药封抢了？没有。真的？剩了一半。这是什么？护身法器。给我的？给他们的。我回去的时候做的，虽然现在还用不上，但先准备着。还行。这是什么？龙血藤。这怎么吃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动作太快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这是要煮水吃的。哦，龙血藤该不会是用你的血浇的吧？的确有一种龙血藤是用龙血种出来的，不过莫苍这个是仿制的。的确有一种，真正的龙血藤在哪儿？浮生天，
龙族避世之地，会于9天之外自成一界，终年云海翻涌，不见日月。寻常修士只看得见白雾，唯有龙族血脉能找到入口。里面很多龙，有宝库吗？龙血藤也在那里。如今龙不算多，有灵脉、药源，也有先辈留下的东西。龙血藤在那里，暂时去不了。入口只有龙族能够开启，你现在也不适合出远门。尊上，南边的赤炎城又打起来了。需要我回避吗？我帮你去镇压。你现在回避有什么用？行了行了，你是要气死那帮修士吗？我还用不着让你为了我与全世界为敌。好好看家，早点回来，别受伤。若事情麻烦了。尊上，那个臭修士是不是把你迷住了？吃味了。尊上，属下跟了你500年了，那臭修士才跟了多久？您最近眼里都快看不见我了。尊上，我才是跟了您最久的人。知道知道，都重要都重要。好琉璃，你知道的，我离不开你。另外3个魔君一心想着篡位，要不是你，我还做不了这么久的魔尊。兄弟们，给我杀！赤炎城主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谁拦着，老子就砍了谁！你们这群叛徒！赤炎城是魔尊钦定的，你们敢造反，就不怕魔尊回来灭你们满门吗？魔尊好几天不见人影了，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两说。现在这赤炎城，谁的刀快，谁就是规矩。尊上，这次闹事的人不少，要杀几个吗？我下去给他们立立规矩。先看看，要是实在不听话，那就抽到他们听话为止。尊上饶命！看来还知道怕，本尊才几天没露面，你们就觉得自己可以做主了？尊上息怒，属下对您忠心耿耿，绝对没有背叛的意思。属下只是与赤阳城主有些私人恩怨，才一时冲动动了手。私人恩怨？那本尊是不是还得给你们腾个地方，让你们慢慢的？属下不敢，属下知错。尊上。竟然有人敢偷袭魔尊！如夜，你放肆！尊上这些日子似乎过得不太好啊。想死？属下哪敢？尊上，他是不是看出您的修为变弱了？难怪最近一直不见尊上，属下还以为尊上在忙什么大事，原来是身体抱恙了。竹叶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是属下冒犯。你最好有把握将我一击致命，否则我会叫你生不如死。属下知错，请尊上责罚。滚！属下告退。尊上，要不要我去杀了他？现在杀他，反而证明我心虚。可是这3个龙蛋天天吸您的修为，您的身体快撑不住了。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时。另外3位魔君都是老狐狸，只要露出一点破绽，他们就会立刻扑过来。我们得早做打算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以前一个人横行3界，如今打个架居然还得顾着你们，麻烦。
顿气血放过我四反阴，你果然不对劲。有事？四反阴出问题了。所以呢？你不惊讶？看来你果然知道。知道又如何？琉璃，你跟了他500年，替他出生入死，凭什么最后坐上那个位置的是他，不是你？我在笑你是不是被尊上打傻了？你凭什么决斗想当魔尊？你是不想，可他有宠幸过你吗？一个半路出来的清霄仙尊，轻易做了你做不到的事。你今日若是来同我商议怎么杀君临，我倒有兴趣。若尊上当真有一天为了那个仙尊舍弃魔域呢？如今整个魔域都知道，他把清霄仙尊养在万劫宫。你真觉得他还是从前那个四凡阴？竹叶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尊上变弱了，可我没有。就算有一天他当真提不动千骸了，你们想碰他，也得先踩过我的尸体。仙尊大人成长得真快。什么？第一次帮我沐浴的时候，你连看都不敢看我。这又是魔尊大人的考验吗？下来陪我一起泡。这些是给你滋补身体的。还疼吗？疼。可惜不能同你双修，不然我的修为可以渡你一些。哟，仙尊大人说这话羞不羞？为何要羞？因为以前这种话你根本说不出口。第一次见面，我碰你一下，你都恨不得躲8丈远，现在居然主动提双修了。我说的是修炼之法。我说的也是修炼之法啊。来啊，继续争呀！不争了。怎么不说话？说不过你。哎呀，承认的这么快。你不是一直都知道？茵茵。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回来之后比平时安静，而且修为消耗的有些厉害。竹叶试探我了。受伤了吗？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别一副天塌下来的表情，这很正常。我手底下的人天天研究怎么杀了我。他发现了。发现一点，以后还会有别人发现，反正迟早的事。